整个晚上，夏姑娘不是在切土豆，就是在买土豆，最终于把自己干崩溃了。什么狗屁空间，这不是欺负人吗？我是人又不是驴，是驴也不能这么干呀！富贵和摇钱树早就睡了，土豆，种不完的土豆，我再也不想见到土豆了。哎呀！不过哭归哭，最后夏安如还是把土豆给勉强种完了。安如，你在不在里头啊？安如，在。哎呀，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哎呀，什么人呢？我去砍了他。哎，没谁，我就是昨晚睡前喝太多水了。哈，喝了太多水？可我瞧着你怎么像是种了一晚上地的样子啊？哎呦，这孩子昨天说要在后院开菜地，怕耽误你们今天出门，所以啊，连夜就把地给种了。娉婷，你要不要瞧瞧去？我看你安如姐还种了不少品种呢。不过陈萍萍哪里会在意这些，她只是感叹了下夏安如的勤劳，然后催促着她赶紧洗漱，不然晚上就赶不到城里了。夏安如状如死狗，随便洗漱换完了衣服之后，便被陈萍萍给塞进了马车。女孩子家的一个人跑这么远，你们倒是放心呢。放心啊，这不还有娉婷呢吗？又是苏北军的车马，咱们也没不放心的理由啊。没事儿，有娉婷那孩子在呢，谁还敢欺负到他们头上去？哎呀，女孩子家的像谁不好，偏偏像他老爹。哎呀，这可怎么找婆家呀？怎么就不好找婆家了？我瞧着这孩子挺好的，大方热情开朗豪爽。哎呀，要不是夏安阳高攀不上，我还想这孩子做我儿媳呢。哎，不得行啊！安阳本来就费粮食，再加上陈将军家的这位，那得多少粮食才能遭得住他们俩的嘴啊？呀，说的好像陈将军家还在乎那点粮食似的，还以为人家是咱们庄户人家，老盯着那儿的粮食啊。说完便拍拍屁股走了，他可是赶着赚钱去，没空跟这傻老头掰扯。被拉上马车的夏安如一路都是甩头甩脑，神志不清的听着陈萍萍的絮叨。哎呀，这回啊，我跟着他们去了一趟北山，哇，我觉得那儿才是我的宿命之地啊！站在那风口上，我都觉得自己是我爹了。哎，安如，你有没有听我在说啊？听着呢，你说。哎，对了，我还尝了你们家送去的烤饼，果然美味，军中现在都传遍了，说你们家的烤饼比以前的干粮那可是好吃太多了，我能不能也问你们家啊？旁边传过来了夏安如小小的打呼声。怎么这么瘦还会打呼啊？哎，铁锤，小姐我睡觉打呼吗？小姐，你睡觉不打呼？就是说嘛，我都不打呼。夏安如这一睡，直接就梦到了自己还在种土豆。哎，你到底梦到了啥呀？为什么一直在蹬腿？别提了，梦到个老头让我种10顷的土豆，我差点没吓死。我那天还做梦到了你弟弟，还就是夏安阳。我知道我弟叫夏安阳，你不用解释这个，不过你得解释，你为什么会做梦到我弟弟呀？陈萍萍又是一个猛女撒娇，推了夏安如一把。哎呀，你别睡嘛，你听我说啊，我不是梦到夏安阳，我是梦到夏安阳居然打败了我。然后呢？然后我就吓醒了呀。这有啥好怕的？夏安阳那大象似的身板，打败谁都不奇怪吧？我是他师傅呀，徒弟打败了师傅多没面子啊。不过这都怪我爹，小时候没有给我喝牛乳。夏安阳说他从小把牛乳当水喝才长那么高的。哎，你们家乡有很多牛吗？水牛嘛，南方多得很。不过这回去太平城，我打算买点羊。买羊好啊，还能吃，比牛划算。不行，这回买的羊可不是为了吃的。不能吃买来干啥？夏安如目前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搞得成羊毛线，便嘻嘻哈哈地说就是买来啃草的。没放过目的陈萍萍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姐妹俩就这么天南海北的鬼扯了一路，城中将军府里头。庄晕呀，明日呢就练双倍的军姿，耍2把大刀。哟，看到大姑娘来了，乔妾身着激动的都晕了。大
大姑娘一路辛苦了，您要洗漱吗？妾身这就让人去准备。好啊，叫下头的人去准备洗澡水，整理2间房出来。另外，今晚你们早点睡啊，明早我会准时叫你们起床的。3位陈将军的妾室这才颤颤巍巍地退了下去。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你爹的妾室，你会给他们好脸色？不，我们老夏家一夫一妻，没有妾。若是有妾，那我爹性命恐怕堪忧啊。荣姨不愧是整个苏州我最喜欢的女子，我就说嘛，凭啥男人可以3妻4妾，女人却不能4夫5婿？我以后要是嫁人，便要嫁跟你们家一样不纳妾的。那不如你做我弟媳得啦。没想到陈娉婷居然害臊了，伸手想推夏安如，可夏安如却已经摸清了他的撒娇套路，直接躲掉了。害臊啦！哎，你是不是真的对我弟有点意思呀？要不要我替你去探探口风？没有啊！不要啊！2人在前院你追我赶了没2圈，夏安如就投降了。他说再跑他就真的要吐了。那你不要跟你弟说，你答应我。知道了，保证不说。赶紧给我撒手，手都快被你扯下来了。我真是得谢谢陈将军，得亏他老人家没给你从小喝牛奶，不然这会儿我胳膊就脱臼了。你也知道我不是什么矫情的人，你容我再想想啊，到时候若真的是看上你弟弟，我会自己跟他说的。在这之前你得替我保密。行，你不用给我面子，安阳这孩子啊，优点和缺点一样多，你自己多考虑考虑。次日一早，你吃完了？这早饭是不合你口味吗？怎么的都没动啊？大姐，你们家这餐桌沙头牛放上面都觉得小，你看着满满当当的一桌子早点，都够12-13个人吃了，一屉包子12个，还都跟拳头般大小。贵府厨子以前是给巨人做饭的吗？我每样吃一个都已经撑死了。吃饭嘛，自然要吃过瘾了，不然为啥要吃饭？为了不饿死。你这要求太低了。再说了，我瞧你在你家吃饭也不仅仅是为了吃饱呀，不然你为啥一会儿要吃羊，一会儿要吃兔子？婷啊，既然你这么喜欢吃东西，苏北军又真的没啥东西好吃，你为啥还要留在北营？哪怕你不耐烦你奶奶和母亲叨叨你留在太平城不也挺好的吗？虽然啊，我喜欢吃好吃的，但是呢，我更喜欢舞刀弄枪啊！留在太平城没人跟我操练呀。那3个妾室，虽然我可以操练他们，我爹不会说啥，但是我却不能操练死他们，好歹也是3条人命不是？有道理。再说了，不是还有容易呢吗？他做的饭菜点心可一点都不比我们家的厨子差。行吧，陈壮士喜欢就好。夏安如不再多纠结人家的事儿，人家小姐喜欢买针买线买金买银，偏你喜欢买砍刀，关键你也不上战场啊，买了砍谁啊？是啊，小姐，这刀买便买了，咱们要不要去看看首饰啥的？好啊，瞧瞧去！我自打来了苏州就没有好好逛过这些女孩们喜欢的铺子。看你平日也不怎么打扮，总的也喜欢那些花儿朵儿的。为啥不喜欢？学会了人家的花儿朵儿，咱们就能自己做了赚钱。赚钱的事儿我就没有不喜欢的。那行，我便陪你走一趟。不过咱们说好了，逛完了金殿银楼，咱们得买羊去。行。于是2人带着袁妈妈一口气逛了4、5家的金店，东西倒是啥都没买。这样，我买2头羊，一会儿回家让厨娘烤了吃。可正东张西望的夏安如却突然盯着一个地方不动了。不用，娉婷你看，那儿有好多长毛兔啊，走，瞧下去。到得兔子摊位跟前，夏安如问了人家摊主能不能抓来瞧瞧。摊主很热情地回了句当然可以。所以长毛兔是更好吃还是怎么的？好看呀。好看没用，我看这兔子毛太长了，占分量，比家里养的肉兔瘦不少呢。别看了，走吧，咱们去买那边的肉兔去。姑娘，这兔子虽然也许可能大概出肉没有肉兔多但是你瞧瞧，这毛皮削好了做个兔子皮袄多好啊。可是多吃点肉长胖一些，身上就自带了袄子，都不用削兔子皮了呀。这样，我呢也不跟你们2位姑娘漫天要价，这兔子我算你们25文1斤，够便宜了吧？啥？你咋不去抢呢？这是生肉，又不是杀干净的，怎么要卖25文啊？姑娘，你们这是多久没买肉了呀？这太平城里头猪肉羊肉都翻倍了，
猪肉都要卖35文一斤，羊肉生肉要接近70、80文了啊！为什么呀？年前不是还是15、20文一斤猪肉吗？粮食贵呀，像是粮铺，大米都卖到250文一斗了，这还得半夜去排队才能买得到。我瞧你们刚才啊也没问生羊价，怪不得不知道这货价都已经涨得不像样了。粮食贵关猪肉什么关系？再说粮食太贵的话，那边吃肉不就好了？一斤猪肉不过30多文，一天吃1斤，是不是也够了？好一个何不食肉糜，不愧是我陈家大小姐啊！啥呀？啥意思？你给我好好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猪也是要吃粮食的？哦，难道不能只喂草吗？所以你们要几只兔子呀？先不要，全要了。啥意思啊？怎么又不要了？对不起啊，老伯，咱再逛逛，一会儿要的话再回来找你。于是夏安如拽着陈娉婷又在杨氏东瞧西看了一阵儿。事实证明摊主说的对，不过也不全对。重又杀回长毛兔摊位的夏安如也不绕圈子了，直接跟着摊主开价，20文一斤，您瞧能不能卖？这姑娘再多些吧。你这人看着老实，心眼却多，看着咱们家小姐脸皮薄，却要诓骗他们。这肉兔人家开价才23文，说是买的多还能便宜一些。20文就20文，我这就给姑娘称。最后夏安如买下了2筐25只长毛兔，连筐带兔子，付了2两80钱。大叔，你这钱还是多去换点粮吧。谢谢姑娘提醒啊！我今天的确打算在城里待一晚，半夜得排队买粮啊。明天一早已经喊了我儿子推板车来接我了。夏安如朝他点了点头，目送着那摊主走了。啊，你这人真是好生奇怪，居然看人家不容易，那为什么还要讨价还价？25文和20文也不过是差了没多少啊，1是1，2是2嘛，生意归生意，人情归人情。走吧，你还想买啥？咱们赶紧去买了，明日咱们就得赶回八方县。回到八方县又已经是半夜，陈娉婷把夏安如和25只兔子给扔下了车，然后才坐着马车回了北营。回营的陈大小姐偏偏在自己营房门口看到了正在巡逻的夏安阳。师傅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在城里多玩。孩子话还没说完，陈娉婷便面无表情地进了自己的营帐。锤，你家小姐怎么了？夏少爷，我叫铁锤，不叫锤，下回还请把名儿叫全。锤叫得这么亲热，万一被小姐误会了怎么办？好吧，铁锤妹妹。铁锤就叫铁锤，不能叫姐姐妹妹。铁锤。夏少爷忙去吧。说完，挂满了包裹的铁锤进了营帐。我叫铁锤干嘛来着？营帐里头的陈娉婷见铁锤进来了，便问他：铁锤，你觉得我刚才看到夏安阳表现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异样啊？我怕自己显得过分热情，特意没跟他打招呼呢。怎么样，还算是自然吧？小姐表现得很好，很自然。非常满意铁锤的答案，然后开始小声跟铁锤数夏安阳的优点和缺点。傅风庄，所以你半夜把我们喊起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们粮涨价了？这还不是大事儿吗？您想想，太平城里头粮价已经涨到250了，而且我去到处问了一下，现在还不仅仅是粮价高的问题，是到处没有粮，粮铺、官衙、粮仓哪里都缺粮，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啊。你女儿说的，你听到没？哎呀，我知道，向家上一批粮是他们粮铺的掌柜送过来的，已经跟我打过招呼，说可能要涨价。郑大人那里也到处去问过，苏州现在哪儿都没粮食，想要粮食就得穿过西周，往都城或者更远的扬州、临安去找。现在带着大批粮食穿过西周也不安全，除非是大商行请了标行，或者是苏北军亲自押送，才有可能安全穿越。咱们县一没人，二没钱，知道要涨价又怎么办呢？咱们自己的粮食倒是不用愁，但是老百姓和苏北军的粮食也只能靠郑大人和陈将军想办法了。我们除了拿点土豆出来，还能拿什么出来？那你不早说，没粮五味斋怎么办呀？那么多人的生计，还有军中的干粮怎么办？所以这不是让郑大人想办法的吗？咱们倒是可以出去一趟买卖粮食，但是咱们手里头的钱财能买多少粮食，够多少人吃啊？总不能咱们割肉喂鹰吧？还喂不饱？对呀，八方县5、6千人，外加军户算1万，然后还有苏北军20多万人，你说多少钱，多少粮食才够？哎呀，
照这么说，这事儿的确不是咱们能解决的。不知道陈将军那里有没有什么章法？要不我明天问问去。今天不对，应该是算昨天了。昨天郑大人去北营求见过陈将军了，没戏。苏北军都要不来粮。陈将军倒也没这么说，他就说得等着今年新粮上市再说。郑大人说应该是陈将军这里粮草也难，新粮上市了，户部才能拨粮下来。市场上买粮难，等朝廷的储备粮也不容易，是这么个意思吧？是。所以你说这事儿咱们能怎么办？我倒是跟项氏粮铺的掌柜说过，想让他下回干脆多给咱们送点粮，但是人家也说了，下回还有没有的送都不一定，多是绝对不可能多的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五味斋停工了，这停的是几百号人的生计啊！你有事说事儿，别这么看着我们，看的人汗毛都竖起来了。爹，干嘛呀？明天去开个路营，再请半月天假，咱们父女俩出趟远门，去都城买粮。还说不好，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都城的粮若是贵得离谱的话，咱们估计还得往金陵或者是扬州那边跑。江南的粮价应该比北方的粮价要低。娘，你一会儿把咱们五味斋一年要用多少粮食给算一算，咱们干脆去把一年的原料都囤了。你那地方能放得下啊？五味斋要的粮可不是1点2点。自从那地里头不再冒粮食出来之后，我试过田里头放东西也不会被吞了。不过为了防止万一，一会儿我就把田埂上的东西都搬出来。搬哪儿？你那房间一来是塞不下，二来也不隐蔽。不行，嗨，这还不简单，去太平城或租或买个房子不就行了？对，太平城房子倒是不算贵，一进小院儿也不过就20-30两，咱们买个小院儿，再让元娘的干娘给咱们找一个可靠的人来看门，这就行了。那你们2个去的话，会不会有危险？夏安如也不解释，直接抱住了老父亲的胳膊就进了空间。然后过了差不多能有10多分钟，两人才又突然出现在了姚蓉面前。哎呀，进去干嘛呢？那么久才出来啊？我爹视察了一下我种的土豆。那应该不算是种的，你都是随便扔的。乱讲，我大部分都是好好种的，小部分那才是扔的。行了啊，要去就去吧，早去早回。咱们手里的银钱给五味斋买足1年的备粮，估计是不够的。姚蓉算了算手边的钱，哪怕加上女儿这里的，估计也就有个7-8千两，钱肯定是不够的。不过夏安如却说钱的事儿她去想想办法。次日一早，北营门口，夏安如绕着夏安安转悠了好几圈。你这是准备把夏安安转晕吗？你来了。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能把自己绕晕的，小心些，别摔了。你之前想让我保管的私房钱还在不？在营帐里，你要吗？我现在去拿。你怎么不问问我要钱干嘛呀？你愿意说自然会告诉我，不愿意说我也可以不知道，所以问不问都没关系啊。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哈。不过这个钱我就是问你借来去买粮的。买粮？你要买多少粮？夏安如便把和陈娉婷去太平城见到的事儿如此这般如此的说了一遍。所以我们想去南边把做干粮要用的1年的粮都给囤了，就怕今年收成万一再不好，这粮就更贵了。你也要去啊？西周那里不太平，过了中州进苏江路哪一段又是3不管，你没有，是我爹带人去，到时候他们会去太平城雇了镖局，你放心，肯定不会有事儿的。要不要我派人跟夏叔一起去？你派人去了，我还怎么藏粮食？这不反而是拖累我了吗？不行，这北蛮说不定哪天又来侵扰，你们守卫边疆才是正经事儿，我们这儿可以自己解决的。你放心吧，不行让我爹衙门官差也带上几个，官差加镖局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崔成允沉吟片刻，又低头看着夏安如那已经打定主意完全不想听劝的表情。那要不然你们把安阳带上。你这个不是给我爹增加困难吗？也行吧，那你稍等我一下，我去拿钱。最后夏安如从崔成允处借走了1万两银票和几句叮嘱他千万别乱跑的叨。哎呀，你怎么好意思开口问人家借这么多钱呢？您这话说的，咱们这不也是为了苏北军干粮不断档吗？这钱应该算是大崔借给苏北军的。要是今年大丰收，这粮价到了6月还是跌了呢，那咱们不得亏一大笔钱吗？您简直太单纯了，咱们如今都想到囤粮了，人家大粮商会想不到这会儿囤粮价格肯定比以前贵不少，所以哪怕今年粮食丰收，这粮价也不会猛跌的。粮价农民说了不算，得大粮商说了才算，知道吧？你出门在外千万小心这些，知道吧？
肯定啊，千万别办到突然消失，再把别人吓出个好歹来，就造孽了。手握金钱和鱼图的父女俩于次日一早便赶着马车动身了。父女俩进入西州之后，从早到晚赶了一路，居然只遇到了2-3个人，整个州都无声无息。没想到连驿站全部都荒废了。大崔说这儿现在都归鱼王管，估计鱼王这会儿还顾不上驿站不驿站的呢吧，毕竟那么多的灾民难民还得安置呢。我看他也是一副不怎么聪明的样子。这西州老百姓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了，灾祸一个接一个。你们这干粮他们说好吃，干粮不就得干吗？不干叫啥干粮啊？娘说了，这烤饼冬天水分可以多一点，做得略软一点也可以，但是夏天还是得水分少一些，越硬越不会坏。说着话，夏安如从马车里翻出一个多士炉，用这个一会儿加了水，搞点菜在里头，再打个鸡蛋，把饼掰了在里头煮着吃。你不早点拿出来。哎呀，这会儿要是有个汽车就好了。哼，汽车，我还想坐高铁呢。我去摘一把小青菜来啊！您赶紧把水煮上，咱们吃了早点休息，一会儿梦里说不定啥都有。此时的渔王府内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王爷，咱们回去吧，您这么淋雨会生病的。可渔王却好像得了失心疯一般，站在雨中跑来跑去。叫你莫要给本王打伞，本王就是要淋雨，听不懂吗？本王不是疯了，是看到这大雨心中觉得畅快呀！咱们西州有救了，有救了！真是好惨呐！怎么会那么惨呢？老天哪，你怎么这么能折腾啊？我堂堂一个王爷，如今都靠典当度日了，这到底叫什么世道啊？不过今日这场大雨是不是预示着西州已经走出了阴霾啊？畅快呀！快去把大夫找来，就说王爷得了癔症了。我西州有救了！因为下了一场大雨，西州官道又年久失修，父女俩才走了没一会儿，马车便陷进了泥沼里，路边却鬼鬼祟祟出来几个人。这位爷需要帮忙吗？不需要。夏兆峰凭直觉拒绝，而夏安如滋溜一下钻进了车厢，着急忙慌的把车厢里的一些比较违和的东西都给收进了空间。这位爷，你行好吧，就给2口吃的吧，他们老人孩子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放手，裤子都要给我扯下来了。哎呀，行了，别哭了，我去拿点吃的给你们。松手！此时夏安如也从马车上跳了下来，父女2人对视一眼。姐，大爷，您想好了吗？给咱们吃的吗？说我师傅突然反悔，不想给你们吃食了呢。那人饿极了，可不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吗？你的意思就是要抢喽？这怎么能说是抢呢？这是你们2位大善人做善事啊！哼，我可不是什么大善人，我只是一个过路神仙。有病吧你，过路神仙！随着夏安如和夏兆峰突然的消失，领头男子如猪叫般的笑声戛然而止。就这么不见了？口吐芬芳，这是什么法术啊？还是算了吧，保险一点，咱们赶紧走吧。要走，你们也得把马车带走。于是一群人奋力把马车给推出了泥沼。忽然有孩子惊叫：啊！出现了！突然一个闪身出现在了他面前，然后他就觉得胸口剧痛。作为曾经的安保队长，别的没有，电击器肯定是有的。见领头人突然倒地，才把马车推出来的众人吓得四下逃散开去。走！2人日夜兼程，用了2天功夫就冲出了西州，进入了中州地界。这粮价是要上天呐，怎么敢比咱们穷地方还贵呢？中州有都城，自然买啥都贵。以前西州还城的时候，
咱们还喜欢往西周去买粮买东西呢。不过啊，自从西周闹了汉，现在反倒是他们那儿的人想尽办法往咱们这儿来买东西。哎，这西周啊，真是可怜见的。有钱的有门路的早就在中州安营扎寨了，没钱没门路的只能留在西周死磕，朝廷也不准他们乱跑。这本来嘛，咱们这地界就有皇上的龙气。于是二人让车夫改了道，直奔江苏路。此时距离父女俩出门有6、7天了。容易，安如真的只是去了太平城吗？对呀，不然还能去哪儿？你若不信，那我也没办法。安如是跟夏叔出去买粮了吧？对呀，去太平城买粮啊。不可能，五味斋要粮，估计项家都不一定能一下子拿出来。他们是去南方买粮了吗？没有项家，还有陈家、王家、李家、刘家嘛，一家没有，他们肯定会多跑几家的，时间可能耽误了吧。去南方，除非他们俩自作主张，我可没同意啊。到得北营，崔成允立刻喊来了武艺，让他带着一队人马即刻赶往西周。西周哪里啊？从中州进入西周的官道开始，沿路放3组人，看到夏瑶峰妇女，护送他们回宿州即可。哦，原来是监老爷啊！是大人，属下明白了。夏家妇女是帮咱们军中去买粮，让你们去接粮，你笑什么？属下这就去。待武艺出去后，崔成允又着人喊来了夏安阳。你这脖子上又是怎么弄的呀？哎，别提了。姐夫，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最近千万别惹陈家大小姐。这位最近啊，你懂的。我不懂，我也不想懂。所以你是知道你姐和你爹出去买粮的是吗？我娘跟我说了，她还不让我告诉你，就怕你担心。不过你放心啊，我姐和我爹机灵着呢，他们俩出去肯定没问题。既然觉得陈平平凶，便少跟他比试。还有，你姐的事儿不是你母亲告诉我的，而是你告诉我。行了，出去吧，马上要集合了。什么叫你告诉我？我也没说啥呀。哎，不管了，反正我老姐有作弊神器，不用担心。哎呀，我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得了。可陈平平哪里知道，在夏安阳的眼里，自己已然是个来了大姨妈的武疯子。铁锤，你说我最近表现，夏安阳能感受到我对他的那啥吗？小姐，您的刀棍很是厉害，这事儿无人不知，要不然咱们让夏公子看到点别的优点。这么说的话，好，那明日咱们就不练刀了，咱们练骑射，就这么决定了。骑射也是极好的。夏家妇女一路往南，跑了扬州、金陵、苏州，再往南都快跑到海丽老家去了，总算是把该囤的都给囤满了。完犊子，这么说来，咱们岂不是创业还没成功，反倒是欠了2万两银子？这都花完了，您才想起来。不过咱们手里头的粮带回宿州卖，直接翻倍赚。对，走，趁着还没离开江苏路，咱们把最后一千两也花了，到时候卖粮食给郑大人，咱们也不多赚他的，就卖他200文一斗。等父女二人再次穿过中州，到得西州境内，已经是二人离家的第23天了。嗨，夏师爷，是崔成允身边的那个走路有些 O 型腿的那个武艺。完犊子，武艺出现在这儿，难道是为了等我们？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跟崔成允扯谎的事儿应该是瞒不住了？夏师爷、夏姑娘，在下奉了崔大人之命，特地在此等候二位。哎，二位就买了1车粮吗？没有，因为买的粮食比较多，所以商家会分批送去八方县。咱们还雇了镖局押送，因为怕家里头人担心，所以咱们俩先回来了。既然如此，那我们是现在就出发回宿州吗？于是跟武艺说了声现在就走，一行人浩浩荡荡就往宿州而去。3日后，夏家妇女终于在离家小1月之后回了八方县。你们俩还知道回来呀？说了10天半个月的，这都1个月了，你们准备急死谁？哎呀，你们也别怪阿荣凶你们，他这10来天的功夫啊，都瘦了1圈了，这出门啦就不知道往回赶的毛病，真是不得行呐。不过人回来就好，别的都不重要。夏安如赌咒发誓，说下回再要出远门，一定把老母亲带上，让老父亲待在家里头，急死拉倒。我真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所以才摊到你们2个。赶紧的回去洗洗吧，这脸呀都脏成什么样了。不，你们还要干啥？我来帮忙，要不要去挑水啊？我去给你们挑水。不用你，哎呀，赶紧走吧，浑身脏兮兮的，怎么做吃食啊？家里头阿峰阿大都在，让他们给你们俩弄点吃的，
吃了赶紧休息去。还是我家老婆会疼人。大哥，你们不是买粮去了吗？合着怎么去的怎么回，这不白跑一趟吗？于是夏兆峰把粮食得过几天才能送到的事儿跟大伙儿解释了一下。天爷呀，大哥你这心也太大了，这么多粮食，万一人家不给咱送来呢？嘿，大舅母放心，咱们给他们下了毒，到时间他们不来取解药，那粮铺东家就会毒发身亡。啊，这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呀！安如，咱也不至于如此吧？娘，您下手能不能轻点儿？不能，下回再跟你舅母开这种玩笑，我打得更重。赶紧回家去，泡了1个来月，还不累呀？我就说嘛，安如不会的，他连安如，赶紧回去休息吧。崔成远快马到得富丰庄。小安如，哎呦，子进来了呀！嘿，安如在里头呢，你们慢慢聊，我去田里头瞧瞧去。哎呀，这都很久没去了，也不知道土豆长得怎么样了。嘿嘿嘿。哎呀，这可怎么办？夏安如看着踏进课堂间的崔成允，虽然一脸平静，但是嘴角的溃疡显示大哥估计还是上火的。你先听我给你解释啊。好，你说。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怕你担心。所以你觉得你瞒着我走了，我就不担心了？是，倒也不是。哎呀，好吧，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不说，是因为怕你阻止我去，但是这事儿我又觉得我必须去，为了避免麻烦，我就选择不告诉你。你告诉了我，你也能去，我并不会阻止你。但是就像你派了武艺在西周等我们那样，你会让人护送我去。所以我派人护送你，有什么不好？我不需要啊，我跟我爹明明2个人可以办成的事儿，为什么要那么兴师动众啊？我一点都不喜欢那样。若是路上遇到土匪，你跟夏叔才2个人，怎么应对？西周现在什么情况，还需要我再三跟你强调吗？你也不是3岁小孩了，做事能不能考虑点后果？若是你出了什么事，你让容姨和外公外婆他们怎么办？你放心，我肯定是考虑过路上的安全问题，才会跟我爹2个人去的呀。你瞧，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来，我看你嘴角都起了泡了，赶紧喝一杯决明子茶消消火。可崔成允依旧没有端起茶杯。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能不能告诉我？告诉你可以，但是我这个人又固执又拧巴，一旦考虑好了后果，觉得自己可以承受，我就会去做。我可以把决定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阻止我，我也会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去做的。你这是什么犟脾气啊？我是为了你。是的，我知道你是为我考虑，但是你相信我，若是我觉得有危险的事儿，我一定不会去干。可若是我一定要干的事儿，那就肯定有我必须要干的理由，或者是一定能干成的把握。你连跑步都会吐，我想知道你有什么把握自己一定可以平安回来西周。你要知道，如今进出西周的商队都是请了镖局或者自己带了护卫的，连项家每次进出都要带上20-30人。你可以告诉我，你凭什么那么自信吗？这话到底应该怎么说呢？算了，要不然混过去吧。成年人互相给个台阶下，行不行？别生气啦，下回我一定注意。你瞧，我给你买了好看的发冠，虽然不是很贵重的东西，但是我看到这玉冠就想到公子人如玉，然后就想到了你。你平日虽然不用发冠，但是我不配，你的发冠我配不上，你的解释我也不配听。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吧。说完踏出了课堂间。谈恋爱好难呐。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夏安如一个闪身进了空间，就开始给土豆地除草。什么坑爹玩意儿啊！好不容易谈个恋爱，给姐整黄了。怎么的？我做单身狗就可以一辈子在这个破地方做牛做马，种地除草了是吗？什么玩意儿？凭什么呀？崔成宇他能明白我的苦吗？每天累死累活的干，还要被人家误会我鲁莽倔强，这算啥？我不干了。可哭完了，他又觉得完犊子了。这会儿哭完要出去了，却不知道课堂间里有没有人。他决定立刻出空间，然后他就看到了崔成允一脸震惊、不敢置信、惶恐、释然等等，反正一张脸都不够释放他的表情。怎么就这么不巧呀？哇塞，媳妇儿威武，太刺激了！这女子，我崔成允举定了，成亲，明天就成亲。你听我说，
事情反正就是这么个事情。这个解释好像什么都说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你别紧张，我不吃人，你先喝口水润润喉。我错怪你了，是吧？我跟你说我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了，你偏不信。你瞧瞧，气得我眼睛都肿了。是我没想到你还会法术。没事儿，你现在不就知道了吗？其实我先前不说是怕吓到你。吓到也不至于，就是觉得很猝不及防。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怎么会这法术的？没有，我并不好奇，因为哪怕我再好奇，你也不会跟我说真话。你这话说的还真是不给面子呀。既然大崔说话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尴尬的了。那既然不好奇，你为什么直勾勾的盯着我看？你放心，我不会跑的。第一次遇到仙女，势必要多看几眼。什么仙女不仙女的？凭你不对，本仙姑法力也就那么点，这回你全知道了，以后就莫要再为这种事情生气了，可好？贫尼仙姑可不行，你上哪个庙哪个宫去，我便日日去找你们方丈道长，让他赶紧把你逐出师门。要是他们问为什么，我便说你有红尘债未了。无耻之徒，阻碍本仙姑修仙，你可知罪？其实我不是不想跟你说，主要是你知道吗？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我说了反倒是怕你以为我疯了呢。所以你是突然被赋予了某种能力？刚开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有这种能力，直到遇到了三白。这么说起来，你说三白会不会也是一个老神仙啊？怎么说？你想啊，我刚刚开始并不知道我可以进入空间。对了，我不是会隐身啊，我就是会进入某一个空间里头有我种的5亩地。空间5亩地，所以安如是在某个别人到达不了的地方种田。为什么？我也想知道为啥呀，可也没人告诉我为什么。你也许听到觉得我可能适合种地。所以你种的是什么？土豆。对了，给你买的罐子还在里头，你要不？土豆？为什么是土豆？居然是土豆。要啊。夏安如从掐诀念咒开始，再突然消失，然后过了2口茶的功夫，他又拿着玉冠，搭着窝里还加了一株挂满了小土豆的土豆苗。果然是土豆。我没骗你吧？如此这般，咱们也没有啥误会了吧？没有误会了。之前是我浅薄了，不知道世上居然还有这等奇事，错怪了你，你莫要放在心上。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我都买了给你赔罪。谁家谈恋爱不吵架的？你记得给我保守秘密就行。所以你现在是我的是你的小仙女呀。好吧，小仙女，若你种地太累，我不介意帮仙女的忙。对了，仙女种地需要耕地播种吗？还是像画本子里一样一甩衣袖便行了？能只是甩一下衣袖就好了。你瞧瞧这双手，是不是就是一个农妇的手？不过我要纠正你一点，种地那可不仅仅是耕地播种那么简单，还得沤肥翻土施肥育种栽秧浇水除草收割。所以你老说我怎么不好好吃饭，我吃了呀，可是每天都得种地，吃再多也白搭。不过我现在锻炼的肱二头肌已经非常强壮了。5亩地一个人种，这太辛苦了，我可以帮你吗？不能，好像只有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才可以进入空间，除了我爹娘和安阳，别的人目前好像都不行。要不然我试试？应该不行吧？试试吧。试试就试试。行，那你勾住我的胳膊，准备好了吗？崔成允还没点头回答，就听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准备好什么呀？哎呦，你们这是在干啥呀？今天是踩到什么奇怪的玩意儿了吗？怎么就那么寸呢？夏叔，刚才来的匆忙，还没好好跟您打招呼，晚辈失礼了。哎呦，失礼倒也不算，就是你们俩刚才是准备去干嘛呀？去空间，安如说可以试试，带我进去。夏兆峰无意识地瞪着双眼，看向了一脸生无可恋的女儿。我无话可说，建议你也别废话那么多了，反正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老爹会意了一半，他只知道女儿肯定没把事儿跟人家说全。既然那什么，你们俩就自己交流吧，我先去搞口吃的。都给我规矩点啊，说话可以，可别上手啊。是晚辈鲁莽了。你们聊吧。夏兆峰满意离开。安若，之前是我太不相信你，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未免也太武断。
我跟你赔礼道歉。接受了你的道歉，不过这事儿你得替我保密哈。这是我死都会带进棺材里的秘密。也不发个毒誓之类的？发誓只是做给人看的，是不是能守住秘密，你只看我从今往后的每一日便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以后你成亲的人不是我，那没有万一。不是，人生总有意外。没有万一，没有意外。若有意外，就是我死在战场上，别的可能没有。倒也不必这么咒自己啊，大哥，咱们聊个天，不必有性命出入。空间你要不要再试试？我爹这会儿估计正在吃饭呢。好。然后随着夏安如一次次的掐诀念咒，念咒掐诀，看着他消失重现消失的崔成允眼睛里的光亮渐渐变成了释然的目光。不管我有没有进你的空间，我们之间都不会有万一和意外，记住了吗？好的吧。不是好的吧，是记住了。有一个万一，就是我看破红尘去做了姑子。那肯定是因为我战死了。崔大人你可以了呀，你赶紧的呸。那就没有万一。保证没有万一之后，崔成允回到了北营。他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夏安阳。最后一招，崔平亭的短处在他背后，你应当以退为进，不要接招，直接翻转到他的背后，才能给予致命一击啊！您不早说，你知道了也没用，动作太慢，还没转过身就被崔平亭砍成2截了。夏安阳，你这个长枪还是不行嘛，为时今日呢，再教你2招吧。崇拜我吧。陈小姐见谅，我还有事找安阳，先走一步。什么事儿？崔成允只说是军务，便带着夏安阳匆匆离开了。我若是个男子便好了。你要是男的，跟夏公子之间就做不成夫妻，做兄弟也行，我不挑的。崔成允急着找夏安阳，其实也不是什么军务，而是通知他夏安如已经回来了。哎呦，我的个天爷！他再不回来，咱们对讲机都快没电灵力了。崔大人，我出趟营收对讲机去啊，您派2个人手给我呗。我不是怕啊，主要是怕自己一会儿掉下悬崖无人知晓，再把咱们苏北军的大事给耽误了。你不用去哨所了，我已经派人去了。你想回家见你姐和你爹，留下假期就行啊。好的，谢谢姐夫，我这就去调价去。安如空间里的土豆长势倒是很不错。那可不，我姐那是什么东西？你听到了？我姐不会吧？怎么不会呢？我家去一趟啊，马上回来。妖兽啊，这么大的秘密怎么能随便告诉别人啊？而他身后的崔成允则乐得恨不能在地上滚2圈。安如还是信他的。崔大人来得正好，咱们正说着矿，估计能提前完工。好，可喜可贺啊。不过什么呀？苏文琴先生甚爱读书，不知您有没有带藏书到北营？藏书？崔大人为什么突然问藏书呀？是有什么书里记载了怎么开矿吗？我想找几本修道的或者志怪的书看。带了吗？带是带了，不过就带了几本，我平时也不太看这些，几本也可以，我就是突然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事。于是在秦先生和江公公费解的目光护送下，崔成允拿着几本神鬼之说的书出了营帐。先生，有没有觉得崔大人今天有些奇怪呀？可不是，今天好像连眼神神态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感觉太柔和。也不是说柔和，感觉好像跟早上的崔大人不是同一个人，就是那神色表情啊，这说不上来的慢一派啊。对，还是秦先生大志。我就说怎么觉得崔大人突然变得没那么干脆利落了呢？我就觉得他好像说话动作都比早上要慢一派啊。听说江湖上有一种易容术，就是可以做了人皮面具，然后找身形体态差不多的人来仿冒这个人。所以公公的意思是，咱们要不要去找陈将军说一下这个事儿？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走，咱们现在就去。到得将军帐内，2人把崔成允的事儿这样那样一说，陈将军扑哧一声笑了出来。2位是不是想多了呀？的确，
江湖上真有易容术的传言，但是你们谁见过？传闻不过是传闻，莫要当真。崔二最近的确稍微忙了一点点，所以反应慢一点也是正常的，二位不必担心。二人虽然觉得奇怪，但是也并没有什么实证证明，所以二人便也只能悻悻然离开了主将营帐。回到富丰庄的夏安阳拎着个包裹冲进院子。姐爹，你们在哪儿啊？喊魂呢，还不赶紧进来？爹，我姐暴露了，你知道吗？你回来就是为了问这个？什么叫就是为了问这个呀？这还不严重啊？所以咱们这身份是暴露到哪一重了？咱们没暴露，你姐选择了光牺牲她一个。啥意思？于是夏兆丰就把来龙去脉如此这般如此的跟夏安阳又从头解释了一遍。哦，那这么说，我姐现在在崔大人心目中就是个神仙了。这你就得去问她本人了，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崔只知道安如有点特殊，但是并不知道咱们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啊！你可别给我说你已经全部给崔成允交代清楚。那我也没那么傻，跟我解释。觉得我傻吗？没有，我没说过啊。如果觉得我傻，那也没关系，就是你那堆破烂我不愿意带着了，这就还给你。哎呦，我错了啊！好姐姐，亲姐姐，神仙姐姐，你就再替我藏些日子吗？藏到什么时候？给个具体日期。我正在构思啊，最近吧，我一直在想，咱们北营不是要挖矿吗？我就在想，咱们那些零件能搞出个什么来，可以帮他们开矿用啊。哈哈，你这是打算搞个盾构机哈？什么呀？盾构机那也不是挖矿的呀。我拆下来那发动机倒是可以想办法装在什么东西上，做一个驱动装置。但是这问题就是火车、高铁、船，交通工具，我们需要交通工具。你可拉倒吧，没有这个可能，因为咱们没柴油。有啊，那破船油箱里面的油，你跟爹用管子吸了，不是灌了好几桶吗？对啊，也没有能源补充，几桶油也不够干嘛的。是啊，现在就是哪怕能传出个什么四不像来，但是没有后续的能源补充啊，咱们也就用个几次就没用了。蒸汽机你应该不太会做吧？爹，咱就说就这么不切实际的想法能不能别再提了？我不是也没有特异功能吗？但是有碳啊，咱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还处于工业草履虫时代，那就不用上来就搞什么内燃机、汽轮机之类的，从蒸汽机开始也不是不行啊。当然靠安阳一个人这事儿肯定办不成，但是这会儿能工巧匠也很多呀。到时候招募了人选，组成一个小团队，安阳只需要负责在关键的时候把他们往我们想要的结果上引导就可以了。说是说的没错，可人去哪儿找呢？找大崔啊！若是真要搞蒸汽机，那到时候什么矿井排水什么的肯定都能用得上，而且真要是搞得成，那你想想，咱们就直接从农耕文明跨越到了蒸汽时代，到时候什么蒸汽火车、蒸汽轮船不都能上线了？这事儿可是关乎一个时代崛起的大业呀，夏安阳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男人不能说不行，儿子，爹看好你。三人正说的激动，就见房门吱嘎一声又开了。你们干嘛呢？畅想未来，走向新时代。我也不知道什么畅想未来，未来你要干嘛？于是夏安如和夏兆丰这般那般把几小时内的事儿都跟姚荣汇报了一遍。娘，蒸汽机真的很扯，对不对？所以你能不能先帮娘安排一下脚踏的缝纫机？娘真的很需要。安阳，别走啊！夏安阳，冬霞要不要了？赶紧充电，我要回北营去。所以蒸汽机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将蒸汽的能量转换为机械功，带动活塞运动，对不对？这些初中物理都学过的呀。这么简单，那你来啊！我要能来，还要你干嘛？最后，在老夏家这些个异想天开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鼓励威胁之下，夏安阳只得点了头，说回去问问崔大人是不是能找些能工巧匠来，找得到就试试。所以回到北营的夏安阳第一时间就去找他未来姐夫去了。怎么要起来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将军今日特地请我来一起泡澡，是想看我哪里？什么叫想看哪里呀？上官请属下泡澡，这不是很正常吗？据属下观察，您冬天3个月泡一次澡，春秋1个月3次，夏天不泡澡，直接在营帐外头用冷水冲，所以您请我一起泡澡不正常。这人哪里不正常？这不就是崔成允本崔吗？夺命催魂也没他催，真是失策。
明明知道崔成云肯定没问题，我又为什么非得证实一下呢？哎呀，哈哈哈哈啊！我也是看你这些日子辛苦了，便让你泡个澡，松快松快嘛。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既然你不想泡了，那便起来嘛。崔呀，你背后的这个伤就是上回中的枪伤吧？是。那什么，这些日子你辛苦了，不然你明天休息半日。不必，既然属下的嫌疑已经没有了，自然是要留在北营，继续为将军办事的。哎呀，你这个人，我哪里怀疑过你啊？崔成允抬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陈将军。是江公公和秦先生吗？刚才叨说你不对劲。没事，谨慎些是对的。若没什么事，属下便告辞了。南边来的信件还没处理。去吧，有什么要的尽管说啊。出了钱。那没了，那属下告辞了。哎呀，好险呐！在夏家妇女回来的第2日，夏兆丰就重回了县衙。哎呀，夏兄啊，你总算回来了。没有你的日子里，哎呀，别，清华兄别激动啊，咱们有事好好说。怎么样，南边近来如何？哎呀，也就那样，当然比咱们这儿是好不少，就是跟往年比起来，说是年景还是差些，粮食什么的倒是有，但是也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估计啊，都得看今年夏收了。如今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慈济堂从正月里开始施粥，如今更是停不了了。你不在的这一月，新来的移民户倒是又带了一些老乡来。我和李大年光粮地分田都能从早忙到晚，连累的我家夫人也每日去慈济堂熬粥施粥，忙个不停，还得愁怎么买得上便宜点的粮食。今年春耕又比往年晚了一些，这日子过得真是今朝不知明日事，搞得我日日夜夜不能寐呀。青华兄有话直说。既然夏兄这么说了，那我也不客气了。你那粮食有没有多买？要不然让一点给我。青华兄，我有一事不明。你说有何事不明？夏兄尽管说，我必知无不答，言无不尽。我知道你有粮，只要你匀我一点，想知道啥都行，豁出去了。您那卖扇子的银两能支撑到夏收吗？关键您这么做，用自己的钱来养老百姓，是图什么呢？这钱也不是我的呀，是我大哥的。非要这么说的话，勉强也算吧。当然我也出了那么一点点力，不过主要还是我大哥的那个章比较值钱。我本也不缺那些钱，用来接济下百姓，全当去庙里烧香，捐了香火钱，有何不可呀？那您这香火钱倒是真的不少。实不相瞒，我们郑家在都城也好，在整个大荣也罢，也算是叫得上名号的人家了。咱们宗支旁支加起来，每年捐的香火钱，别说几千两了，几万两恐怕也是有的。有道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既然我也不缺钱，这也没个寺庙道观的，我拿钱做善事，全当积德，有何不可？咱们八方县这不是才刚开始吗？自然比别的地方困难些，往后就好了。我别的没用，这份信心还是有的。原来这就是贵族阶级啊！也并不是每个富人都跟郑大人一般存了善心，愿意把提己拿出来接济百姓的，夏某佩服。您先前问我是不是可以匀点粮食出来，可以是可以，但是也不多，180文一升。您看您要多少？向家卖我250文一斗，这也太黑了吧！您别激动啊，这粮食我是多少买的就多少卖给您，中间1分钱都没赚您的，连车马费都是我自己承担了。但是人家向家也要是请了镖局，养了护卫，押送粮食走南闯北的，这一路的花费都是成本。南方180文的采购价卖到咱们这儿250文，叫我说呀，其实不算黑。也是哈，主要还是这地方不方便，中间还隔了个要命的西周。会好的，咱们去的时候正好遇上一场大雨，也许今年西周的旱灾就能解了，希望他们也能有个丰收年吧。可不是，要不然咱们多不方便。行了，这粮价咱们就说定了，我可等着你的粮食了哈。这粮价180没有问题，但是在下有个建议，说出来，金华兄你考虑考虑。什么建议？你说。慈济堂施粥是照顾百姓，怕今年受了雪灾蒙受了损失的人支撑不到夏收，所以一直没停过。这本是善举，没有什么过错。但是青华兄，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男女老少，咱们是个人都接济，一来负担太重，毕竟咱们县现在连个城墙城门都还没有，还得省点钱出来，好歹造个门不是？二来这么干也容易养懒汉，躺着就有饭吃，谁还愿意干活啊？是不是？这事儿夫人也跟我说过，只是我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拿出章程来。既然夏兄提到了此事，那今日咱们就把这章程定下来。夏正二人一步去了郑志明的外书房，商讨了整整一上午，最后定下来，凡是小于7岁、大于50岁的，无论男女，只要是家中受了灾的，每日都可以去慈济堂用餐一次，但是不可外带。慈济堂在查明身份之后，会每人发一张单子，用一次餐就盖一次戳，用餐单每月初1更换一次。最后还有郑二夫人的一个要求，就是县学从今往后被分了男女班授课，年龄不限，每月学费还是100文，自备笔墨。谁啊？是我。哎呀，嫂子，你既然要翻墙，你又干嘛敲门啊？不知道，我这2日都不太正常。赶紧下来，我正好挖了土豆，咱们做土豆饼吃。好啊，你还会做土豆饼吗？不会啊，不过可以试一试嘛，谁也不是从娘胎里面就什么都会的嘛。不会厨艺的2人分工协作，反正谁也别好过就对了。这个怎么还会变色呀？会不会有毒？不会，这个只是土豆变成了土豆丝，就老成了。这是土豆丝？我虽不擅长厨艺，但是调和丝我还是分得清的。哈哈，崔大人，你武功盖世，刀工了得，怎么一个脑袋大小的土豆削皮能削成鸡蛋大小呀？你这刀工还真是名不副实啊。哪里有脑袋那么大，本来不就这么大点吗？不过这皮咱们就不能直接吃进去吗？我看着挺薄的呀。可以是可以，这样咱们改个吃食，今天不吃土豆饼了。好。于是2人大半夜的煮了一锅土豆，然后一个蘸盐吃，一个蘸糖吃。你是男的，怎么会喜欢蘸糖吃呢？以前不爱吃甜的，不过吃多了你给的枣夹核桃还有小糕点，便渐渐习惯了。怎么，脸上有什么吗？你果然不正常了，怎么看着还有点跟以前不一样了。谢谢你。为了土豆？不是，应该说不全是。那为何要谢谢？三言两语说不清，但是以前我只知道带兵、训练、打仗、杀敌，亦或者执行上级的命令，完成所有任务。但是现在因为你却多了很多有趣的事，原来这世上其实还有很多事儿都挺有意思的。就是让你重拾了生活的乐趣呗。是也不是。你好好说话。其实我从小就是这个性子，说得好听是一板一眼，但实际上就是对很多事物都没太大兴趣。人也好，事也罢，在我看来都是差不多的。特别是我大哥去世之后，我就更觉得这个世上的很多事都是一种痴妄。我对朝堂没有兴趣，只有在杀敌的时候才能激起一丝本能中带的血性。所以即便很多人反对，但我还是留在了北营。不过自从遇到你卖白菜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那些白菜多少有点问题。还有那冬瓜，我琢磨着也不对劲，可是查了半天却什么都没查出来。你都不知道我让手下的人看了多少白菜冬瓜，现在我看到这2样都是脑袋发晕的。后来机缘巧合下你们救了我，然后渐渐的我发现你身上有很多令人不解的东西。其实我刚开始关注你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疑惑，最后也就是昨天，你彻底刷新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总觉得好像自己因此不再是自己了，而是另一个我，另一个应该从孩童时代就被压抑了的我自己。不知道说那么杂乱，你是不是能听懂？就是说我打开了你新世界的大门，姐是你的领路人。你这么觉得也行，不过总之还是要谢谢你。谢倒是不必了，就是这位客官，小店今日要打烊了，您可否自行离开？本店主不想再去扯那大门栓，一会儿再把我大舅给吵醒了。耽误你睡觉了。没事。那我明日再来。不行，明天店主有事，土豆小卖部不营业。什么事啊？我也要参加。你确定？那行，那你把安阳也带上，咱们干活还能快一点。那干啥呢？明天你就知道了。第2天晚上，被抓了壮丁的崔成允搬起一袋面粉，忍着鼻痒问一旁的夏兆峰：你们买的粮食其实都藏在安如的空间里？可不是，不然我也不能卖郑大人180一斗面呢。如果算上车马费，咱们都能亏死。而在空间里的夏安阳
拎着2袋面粉，嘀嘀咕咕个不停。我还想呢，有啥好事能轮到我？原来是做苦力。赶紧的干活吧你，我都快吐了，我说啥了？进进出出10多趟的夏安如一下子就忍不住了，捂着嘴就往外头跑。容姨，我过去瞧瞧她。行了，没事儿，你女儿从小吐到大，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不过她这会儿估计也吃不下这油煎的东西了，嘿，便宜了我，嘿嘿。来，阿荣，让我尝尝你这手艺是不是又进步了。又过半月，时间已到了6月中下旬。今年这收成怕是不行啊，今年本就卖得种得晚，还来了2波倒春寒。您瞧瞧，这要么是不抽穗的，要么就是瘪犊子的。咱们村里的老人说啊，其实照理最晚再过个10天半个月应该就要开镰了，你说这可咋办？现如今也不可能让农民重新再种吧？那咋可能啊，咱这儿种不了2茶粮。今年这粮食危机估计比去年还得严重，又不能种2波粮。如今太平城280亿斗都买不到米面，你说怎么办？粮食其实大部分都在大粮商手里，那不是废话吗？你有啥想法你说。南边的粮价要比咱们这儿起码便宜1/3，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大粮商都把粮送到咱们这儿来卖？办法嘛也不是没有，的确也不是没办法。他们俩到底说的是啥玩意儿？什么办法你们倒是说呀。北安王府，皇兄，几月未见，您怎么都脱相了？瘦一点行动也方便嘛。不过你们家这点点心倒是真不错，到时候再给我打包些，你小侄孙要吃。好，不过皇兄这回来就是为了吃点心呢。你明知故问可就没意思了啊。皇兄，现在也不止你们西周缺粮，困难呢肯定是你们最困难。那还用说呀。可我也实话实说，西周很多路都被大水冲毁了，送进宿州的粮草都得往南绕个大圈子，这车马人手都得花银子。项家那里我早已问过了，他们自己的庄子本来也大多在西周宿州，如今西周绝收，宿州眼看着也得限收，他们自己也要从南方买粮。问题如今南方的大粮商都在囤粮，价钱几何咱们先不论，哪怕咱们现在有钱，此时根本不是咱们想买咱们想要就能有的。咱俩身份尴尬，说是王爷，实际上手里的资源却比都城的那些世家朝官要少得多。皇兄，真的不是我不帮你，想想办法嘛，办法都是人想的。南方今年说是年景虽不算太好，但是总比咱们这儿好些，粮食他们那儿应该是有的。那人家不愿意卖，你能怎么办？要不这王爷我也不当了，我帮皇兄去抢吧。抢倒也不至于，你要不然让你们宿州州牧想想办法吧，集思广益嘛。西周已经死了3个州牧，你就威胁他，就是说再想不出个法子来，到时候就跟父皇要人，让他来西周做州牧。这还真是缺德，不过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行，那咱们就给他个机会。此时的季府，季大人，你想想，如果用这个法子真能解决咱们这的公粮，您这政绩不是不愁了吗？我没想要升官啊，更何况今年夏收晚，宿州这会儿还没开镰，你们怎么就那么确定肯定欠收啊？季大人，真等到开镰，粮食收上来了，再筹谋就晚了。所谓防患于未然，咱们什么事儿不得想在百姓前头吗？你们八方县不过才5、6千人，为了这5、6千人，在太平城闹出那么大动静，你们觉得值得不值得呀？季大人，话可不能这么说。下官身为八方县令，自然是为本县百姓着想，而您身为宿州州牧，也必须为本州百姓打算。什么叫就为了5、6千人？咱们为的是仅仅5、6千人吗？整个宿州10多万人口，没有粮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不都是您该考虑的吗？郑县令，既然你这么能干，那我的州牧的位置便让给你来做好了。哼，大人既然不要做这宿州州牧，那就赶紧的辞官，现在就写辞呈，下官让我家奴立刻马上送去都城。您既然不想干了，那就让朝廷派个想干的来，免得有些人占着茅坑不拉屎。熊儿进来，季大人有辞呈要送往都城，你现在就动身前往都城去。哎呀，二位大人莫要动怒，季大人、郑大人呢，主要也是希望能好好办差，绝无想要插手宿州事务的意思。可问题这事儿只能是宿州好了，咱们八方县才能好。现在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是要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可不能自己内部先干起来。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愿意出力了？
是，咱们当然知道季大人也是时时为宿州百姓打算的。倘若季大人觉得咱们刚才说的那法子不好，那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您别误会啊，咱们来也不是为了为难您的，咱们主要是也想与您探讨探讨，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法子可以解决咱们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探讨？你们什么？季宗林话说到一半，却看到郑志明上下打量他的眼神，于是他想了想，改口道：既然郑大人那么大本事，为何不直接让朝廷拨了粮食来宿州？哼，大人还真别把下官当傻子，陈将军那里下官早就去问过了，他都没要来粮，下官又何必去自讨没趣呢？季大人，北安王府来找啊？说了吗？所谓何事？肯定是为了粮食。季大人，去吧，在下就在此地等你。无奈的季宗林两条眉毛直接挤在了一块儿，背着手，佝偻着背，喊了人备车，匆匆往北安王府去了。二人茶才吃了2壶，就有季家的小厮来找人，说是请二位也赶紧去趟北安王府。不说了，肯定是季宗林把咱们卖了。走吧，瞧瞧去吧，是该去一趟。毕竟这事儿由北安王府从中协调，那就再好不过了。到得王府，二人由王府太监直接带进了北安王府的偏院。夏兆丰啊，你可还认得本王？还请王爷恕罪，当初草民实在不知您的身份，才喊您白老爷，草民罪该万死。不必道歉，真要论起来，本王还要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要不是你们一家勇猛果敢，估计早没本王什么事儿了。看坐吧。没想到宿州居然还有皇兄的救命恩人，这救命恩人居然还是郑县令的师爷，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不敢当。不过说到巧，王爷倒是没有说错，这碟子点心怕是出自五味斋吧？你怎么知道？不是说这点心在宿州就供给了北安王府吗？难道这夏家也置办得起这么贵的点心啊？王爷，您家这点心就是夏家夫人做的，时间紧迫，咱们要不开始说说今年这粮食的事吧？你这郑县令还跟以前一样，父皇都把你贬到八方县去了，你这脾气啊，却是一点没收敛呢。哎呀，微臣这不是急百姓所急吗？夏师爷，您家夫人真是人美心善，手艺好啊，不错呀。郑县令莫急，咱们还得等一个人。等老的呀？是谁那么大架子呀？敢让2位王爷久等？等人的功夫，2位王爷问了下郑志明和夏兆丰2人，之前季宗林提到的事儿，他们是不是有把握办成？夏兆丰自然不能把话说死，直说原本有5成把握，不过现在既然有2位王爷参与，那这事儿就该有7成把握了。陈将军到，8成把握。那便按照夏师爷和郑县令的法子，咱们这就让宿州的粮价再往上涨一涨。什么涨一涨？微臣拜见2位王爷。陈将军免礼，请坐。自然是涨粮价。这又是为何呀？这是嫌我们宿北军饿不死，想让我们快点饿死是吗？北安王不再废话，直接点名了夏兆丰和郑志明2人，让他们把事情该怎么操作都说了一遍。那这么说的话，万一朝廷有人参本，这罪责不都是在下官头上吗？放心，我们会照应你的。需要这么多人照应，这事儿还能有个好吗？可我现在后悔的话，估计会被陈大将军砍杀当场啊！毕竟陈大将军已经在狂笑着幻想有了粮草，怎么出去打劫了？哎呦，好惨啊！初步统一了意见之后，郑志明便和夏兆丰回了趟八方县，2人把此后1个多月的事儿都交托给了各色人等。6月底，原本宿州应该还是酷暑时节，但是今年却凉快得很，因为马上就要去太平城一段时间，所以夏安如在临行前去了趟北营。你先去，我等陈将军回了营，便会接班去太平城，到时候再来找你。行，不过这回我不知道要去多久。你们那个对讲机充电的事儿，我拜托了我娘，到时候你让人去五味斋找她就行。哦，原来未来丈娘居然也是个不对，婶子仙女。那容姨不是跟你一样？停，别乱想，我娘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我就是把东西给了我娘，她会帮你们弄的。哦，原来是你把法器给了容易。大哥，你能不能少看一点神神鬼鬼的话本子呀？不过话说回来，你如今这么呆呆傻傻的，我是不是有点责任啊？
不是有点责任，是全部责任都是你的。既然如此，你要不要让军户也把收上来的土豆再重新种下去？不过这回先说好啊，如果9月底突然气温骤降，导致土豆减产或者是绝产，我这回可是不负责任的哦。早就安排下去了，上次听你提了提，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让人把这回收上来的土豆全都给种下去，所以我已经让人吩咐下去了。你这是什么表情啊？笑得也太突然了吧？很突然吗？其实我心里已经笑了很久了。哎，行了，你赶紧回去办正事儿，我一会儿也得跟我爹他们走了，咱们太平城见。夏安如，崔成允下意识地把夏安如往自己身后扒了。陈小姐，你慢点，要不然灰太大了。夏安如，你太不够姐们了，你去太平城也不叫我，我也要去。陈大小姐，我是去办事儿哎。你们俩干嘛呢？禁止在我面前卿卿我我。你别瞎说啊，我可什么都没有干。陈小姐，夏安阳最近没空与你比试，是他确实有事在忙，你不用撒气在别人身上。夏安阳有没有空跟我有关系吗？你可别血口喷人，我对夏安阳一点意思都没有。我真是服了，这不打自招这种事儿，大小姐真是玩得挺溜哎。你路上小心，我到了太平城就去找你。说完便绕过了陈娉婷，进了北营。哎，自古男人耽误事儿，走吧，夏安阳有啥好的，姐妹带你去搞事儿。好不好的，反正他现在也没空搭理我，他没空理你，你马上也会没空理他的。怎么样，走不走？走啊，干嘛不走？你不是要带我去搞事儿去吗？我别的不会，搞事儿可是我的拿手好戏。5日之后，城中的几家花楼突然宣布，定于8月15中秋之日举办宿州首届花魁大赛。除此之外，北安王府还准备在中秋节主办一次灯会。北安王亲自发了请帖给到宿州的各级官员富商，邀请他们在15这天在太平城内的主街上搭设棚帐。在宣布了8月的2件大事之后，宿州州牧季宗林又以私人身份开办了一个诗社。季州牧虽然没有什么有档次的朋友，但是给他捧场的商贾还是不少。得了头筹的雅士可以选商贾提供的古董摆件为奖品，也可以选了人家花楼的头牌伺候2日。夏安如听闻季大人的诗社很是热闹，不由跟老父亲感慨，果然还是男人最了解男人。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啊。有何不一样？他们都是读书人，我不是，我没文化，我是文盲。北方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地朝南扩散，几乎在太平城粮价涨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500文之后的几天内，大荣朝所有粮商都收到了消息。而且西州余王府放出消息，只要路过他们西州的，都可以请余王府的府兵护粮，余王府做担保，保证各大粮商的粮食可以顺利通过西州。有先行者在得知宿州粮价之后的第2、第3天就已经筹备了粮食，找了车马队往宿州赶了。宿州突然热闹起来，且粮价涨上了天际的消息，不出意外的也很快传到了都城。皇上，臣妾听闻您今日午时进的不香，便特地炖了这乌鸡山参汤来。您再怎么生气，也不能跟您自己的身子过不去啊。放那儿吧，朕一会儿喝。皇上，太子前几日说已经筹到了一批粮草，过几日就能送到。兵部若是急需什么呀？我看陈虎在宿州玩的挺不错呀。比武，他是准备比武招亲，把他那宝贝女儿嫁出去吗？到现在还有心思管这些？我看他要的粮草也并没有那么急呀。皇上莫要这般想陈将军，陈将军劳苦功高，在宿州守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偶尔搞个比试挑选点人才也无可厚非，你也莫要责怪陈将军了。毕竟如今北边的安定可离不开陈将军啊。什么叫离不开陈虎？难道肃北军没了他陈虎，这20万大军就不会打仗了吗？皇上，您知道臣妾不是这个意思。这朝堂上的事情臣妾也不懂，更帮不了皇上什么。不过好在太子如今吃了新的汤药，这咳喘的病症倒是好了不少。您若是有什么事需要帮手的，使唤自家儿子就是了，别老是自己生气，气坏了大荣朝的百姓，臣妾和太子太孙该怎么办？只觉头晕眼花，手便往桌案上撑了一下。皇上，您怎么了？宣太医，快宣太医！不用叫太医，
这是被那2个逆子气的，没事儿。您啊，这一日日操心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其实臣妾觉得余王和北安王也挺不容易的。一个全境粮食绝收，倒是学会了雁过拔毛；一个全境粮食严重欠收，却还搞什么中秋晚会，还真是不容易啊。皇子嘛，没吃过什么苦，自然行事乖张一些也是正常。你且放宽心，太子这里一直在为筹集粮草想办法呢，这事儿还是让他操心去吧。也就是太子最让人放心些。出了启文殿的皇后，路上轻声问走在她边上的嬷嬷：所以宿州如今真的有这么热闹？回禀皇后，所言非虚。咱们派去的人回报说，宿州粮价物价齐涨，前2日拍出了一个花簪就得5000两，更有投机倒把的豪掷10000两，在太平城郊购置了万亩庄园。说是如今西州往宿州去的官道上都挤满了各色商人，简直是络绎不绝。是江阳的手笔，还是真的是那2个没脑子的搞的？江公公自从进了肃北军就再也没有出来过，咱们的人试着想进肃北军的大营，可他们那里实在是守备森严，进去不得。不过既然江公公一直在肃北军的大营，那这事儿应该不是他谋划的，会不会是2位王爷听信了什么人的谗言呢？皇上很生气，那明日大朝会参2位王爷和宿州的本多了，皇上肯定更恼火呀。明日本宫就煲了清热去火的汤送去给皇上吧。是，老奴明白了。次日大朝会，果不其然，不少言官都参本，弹劾了北安王不知民间疾苦。宿州州牧季宗麟放任宿州粮价涨到了惊人的500文一斗，另有人弹劾陈虎，说他刚愎自用，肃北军为陈虎马首是瞻。最后说到陈虎，皇帝反倒冷静了下来。不能气呀，说好了合伙搞钱呢，现在钱还没搞到，真弄掉了陈虎，还有谁能给他保守搞钱的秘密？虽然陈虎这厮的确不太好，但是毕竟当初拥戴朕上位的人，如今只剩下陈虎和郑志渊了。皇上，郑丞相认为呢？你再说一遍，我没听啊。微臣是说冀州州牧季宗麟该治罪啊。治罪的话倒是还没到时候。郑大人，季宗麟这事儿就是明摆的事实啊，哪怕不治罪，总该先把人召回来问话吧，还应该再查查季宗麟与粮商是否有勾结，暗中把粮价炒上了天价。你的意思我明白，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苏州大面积欠收，粮食危机还没解除啊，所以季宗麟不能现在治罪。若是要治罪，也得等到这事儿过了，数罪并罚，到时候砍头抄家倒也干脆些。这郑丞相简直了，出牌从不按常理，要不就不治罪，治罪就是杀头抄家，是不是玩得狠了一点？杀头抄家倒也不至于吧。对呀，所以何必急在这一时呢？更何况现在罢黜了季宗麟，那宿州的州牧谁去做呀？陈将军缺粮，又不是缺一星半点，宿州本就有义务给肃北军提供粮草，所以在此的各位，有谁去想为陈将军排忧解难吗？要不你去吧。哎呀，郑大人，你莫在朝堂上开玩笑。没开玩笑，你是副相，苏州现在这般胡乱折腾，你去管一管有何不可呀？皇上，微臣推荐。皇上，微臣觉得让季宗麟处理完了宿州的事再说，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他若能将功补过就最好，若是不能，到时候再一并治罪也不是不可。你呀你，朕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事儿就让郑丞相全权负责吧。苏州的粮价再往上涨，要真闹出了乱子，到时候朕就只找郑丞相。不过御史台的弹劾朕都收下了，这事儿也不是如此便能随便应付过去的。传朕旨意，让余王、北安王和季宗麟、陈虎就算了，让他们3人写了陈情表来，朕倒是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想干嘛。出了大殿，正慢吞吞往外走的郑丞相余光瞥见了一人，一下子就清醒了。郑丞相，请留步。太子殿下安康啊，见您这气色好多了，老臣也就放心不少。
多谢郑丞相惦记。郑丞相似乎对肃北的事儿倒是不怎么紧张。您弟弟不是在肃州为官吗？不知他在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回殿下的话，他那里就是个小县，5、6千人的事儿，总好解决些。本宫这里倒是认识一些江南的粮商，若是有需要，郑丞相可以告知。那老臣先谢谢殿下了。臣弟目前还没有求救，不过老臣估计这人脑筋迟钝，这会儿还没有危机感呢。老臣还得现写了家书去问问情况。郑丞相的兄弟倒是没把苏州的那番热闹告诉你。他那个人呢，脑子不灵光，八方县离太平城又远得很，估计这消息啊还没刚才几位弹劾季宗麟的大人来得灵通呢。指望他告诉老臣，那黄花菜都凉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老臣这会儿写了家书去问他，都能猜到他打开家书的表情。他定是愣神半天，然后找了底下的人来问，说什么太平城居然有此番热闹，为什么粮价会涨到500文呢？反正左不过就是这些反应了。老臣这个弟弟还是被老臣给养坏了。趁着太子的高兴劲儿，老头赶忙告辞，说这就得写信问问弟弟去。郑知渊这只老狐狸，原本季宗麟这次肯定被拉下来换上我们的人，没想，不过算了，季宗麟此人虽然不是我们的人，可也没什么根基。这周牧要是想拿下来，后头的事儿也麻烦，就让他暂且先坐着吧。太子所言极是，这季宗麟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肃北军的军权呢。父皇还是很袒护城湖的，不过人嘛都会有猜忌心，只要有了隔阂，那这裂痕就会越来越大的，母后那里也会想办法的。时间还有很多，殿下也不用操之过急。2年够吗？未见我儿登上皇位，本宫走的也不会安心的。2年足够，咱们手里的粮草虽然比预期的储备少了，但是也足够用。今年北方必有大战，届时应该走的人都会走，明年开春殿下登基大宝，一切都会尘埃落定。刘先生，我的身子是不是正在被啃食腐烂？殿下您想多了，殿下最近的状态真的与2个月前完全不一样，您不用想那么多。太子没有答话，而是接过了柳先生递过来的碗，一口饮进了碗里的汤药。随着8月15的临近，太平城里头愈发的热闹了起来。季大人不得不多派了2队人马，日夜巡逻。大崔，你不是号称自己是半瞎吗？这3更半夜的，倒是能看得清是崔成宇。我就说我老爹急匆匆回八方县准备好事的，果不其然，崔成宇就来砸场子了。不过我倒也不怕什么，不管是谁来比就是了。这一路都是灯笼，而且他骑马的姿势我认得出来啊。他大崔都不叫了，直接叫他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的姐妹是来为我庆祝夺得比武大赛桂冠的。我是被他从被窝里面挖出来的，你是被陈将军喊来比武的吧？你们赶紧比吧，我真太困了。好，那咱们就速战速决。什么速战速决？看不起谁呢？这擂台我可守了10日，只差1个时辰了，你也莫要太小看我了。那便请陈小姐赐教。请，你可别手下留情，因为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请。于是2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开始打了起来。锤，你跟我说说，你们小姐跟安阳怎么样了？小姐不会谈情说爱，每每把夏公子给打趴下了，她就觉得夏公子能喜欢她这样的。她说自己走不了柔美路线，就得走勇猛路线，这样她也就是一个有优点的女子了。不过夏公子感觉没能懂小姐的意思。那我弟前段日子岂不是过得很惨？那可是相当惨啊。夏姑娘，您如果有机会还得跟夏公子解释解释，咱们小姐还是喜欢他的，只是小姐表达的方式与常人有些不同。这事儿我可能说不了。我觉得吧，我弟可能都不知道你家小姐喜欢他，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得男女双方自己表明心迹，别人掺和进去好了坏了都很尴尬。可这2人该咋办呀？慢慢来呗，还能咋办？反正20不嫌小，30不嫌大，年纪在咱们老夏家基本不算是个问题。好，大崔威武！随着夏安如的一声喊，
陈娉婷的金刚大刀被崔成允挑落在了擂台上，一脸生气的陈娉婷可把夏安如吓得够呛。干什么你？都爬上来了还怕我恼羞成怒，砍了你心上人啊？没有，怎么可能呢？你心胸如此宽广之人，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呢？哼，记住，我可是为了不让你在我姐妹面前丢面子才让你的，你最好把这1000两给守住了，要不然……多谢陈小姐手下留情，崔某不胜感激。赢了便请吃宵夜，去吃烤串吗？走啊，大崔，我带你去一家巨好吃的烤串摊子。大崔哪有拒绝的道理，点头就跟着夏安如走了。你们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太平城搞得如此热闹，真是超乎你的想象。是啊，超乎想象，我竟然觉得这太平城比都城还要热闹几分。看看本姑娘虽然肩不能扛，手不能挑，做不来针线，煮不来饭菜，可是咱会搞事儿啊，所以还是有优点的吧。有的。眼看着前头两人对视的眼神都快冒火星子了，陈娉婷在后头咳嗽。哎呀，没成气呢，别看他那么赤裸裸的。哎，这烤串还吃不吃啦？再不走快点，人家都收摊了。不可能，你猜烤串摊子是谁支棱起来的？不会是夏叔吧？怎么样，好吃吧？这调料可是安如亲自配的。好吃。不过您怎么会来太平城烤串啊？嗨，这不是我外甥女让我发财吗？前些日子伟斋来送货，回家带话说安如让我来卖串，家里头现在农活都有2个庄头和我爹还有大哥看着，我就想着来赚点钱也不错。毕竟搞房子花掉了咱们家不少钱呢，所以我这不就来了吗？您还别说，这生意是真的好啊！我在这儿摆了2个月的烧烤摊，赚的钱都能抵得上造房子的开销了。好事啊！不过您在城里住哪儿？咱们之前在城里买过一个小院儿，如今我二舅就跟我们住那儿。白天看院子的冯大爷和冯大娘就帮我二叔穿串，晚上我二叔就推车出来摆摊。吃这个，我种的。好，那一会儿吃完我送你们回去。你送安如吧，我们还得一会儿呢。等会儿他们从花楼出来的人，那肯定得来吃串。也行啊，那二舅还是继续发财。这路上也有巡逻的人，一般不会有啥事儿的。大崔吃完了串，去我家喝杯茶也好。娉婷要不要一起去？吃不下狗粮的陈娉婷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狂扫桌子上的串，她没空说话，只摇了摇头。是串不好吃吗？非得去吃狗粮，我可不干。于是吃完串，二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到了夏家小院门口了。你慢点。身子一歪就往左边倒去，还好这回崔成允倒是接住了他。偶像剧烂俗场面终于现身。你们都给我进来，松手还不松手？也不管身后老爹在跟呆住了的崔成允说什么，自己就先进了院子。好像还挺扎实的，不错，我非常满意。反观崔成允，哪怕人都进来屋子了，他都不知道未来丈人的嘴一开一合在说什么。你这是怎么了？发烧了？刚才是我不好，对不住，我不是有意轻薄你的。轻薄？刚才抱了我就是轻薄了？没事。你放心，等你忙完了，我就让家里来提亲。不用那么急吧，咱们不用再多了解了解彼此吗？我3岁开始启蒙，5岁开始练功，8岁读完了诸子百家，12岁第一次科举下场是。不，我不是说这个，人的脾性不可能显示在简历上呀。说起这个，我好像也是3岁开始启蒙的，好巧呀。不对，我不是要说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明白你的意思，的确，我这个人无趣、呆板，没什么见识，你要多考虑一下，我能明白。但是你要相信，无论你要考虑多久，我都会等你。到底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啊？就因为抱了一下，这就要成亲了？这古人的思想到底算是太开放，还是太不开放啊？说太开放是因为抱了一下就能成亲，说太不开放是因为抱了一下居然就要成亲。那自然是因为我们总之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等到你点头了再让家里人来提亲。那也行吧。郑志明这人
也皮厚得很，住在老夏家的宅子里，也全然不拿自己当外人，死活拉着崔成允让他住家里。哈哈啊，对，你既然还没去驿站开房，不如住咱们家吧。你住可呀，但是我先声明啊，住了也不能马上成亲。硕大、忠诚、可爱、憨厚，这人应该是废了。Good boy， 姐姐爱你。如此，大崔便也住进了夏安如家的小宅子。次日一早，天才微亮，夏兆峰就见崔成允已经在院子里洗衣服、洗床单了。小伙子倒还行。还好他不知道未来女婿昨日梦到了什么，不然的话，今日老夏怕是要做个杀猪匠了。日子很快便到了8月15这日，太平城中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婷婷啊，你确定这个狼牙棒点了灯能好看？怎么不好看啊？我前几日都亲自点过了，好看得很，惟妙惟肖，闪闪发亮。王爷要是有眼光，咱们府肯定是得第一。行，那就希望咱北安王和世子有个好眼光吧。对了，大崔今日最后一战估计马上要开始了，走，瞧瞧去。有啥好瞧的？不过既然你求我去，那我就去看一眼，他有没有给咱们苏北军丢脸。走了。结果嘛，崔成允自然是力拔头筹，独得1000两白银。他下了擂台，就直接把白银送给了夏安如。可别给我啊！刚才结束的最后一场拍卖可真是……总之，姐有钱，欠你的银两我也凑满了。崔成允倒也没有太过纠结，他打算把银两换了银票都帮夏安如存起来，等成亲之后再交给他也一样的。明日项家粮铺便开始降价了。苏北军准备了10万两白银，余王和北安王那里也说好了，我明日已经约了几个大粮商。虽然这苏州州牧不是什么肥缺，可好歹也是个4品的官职，我真的不想失去啊。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要看去看花魁呀。我前几日去吃酒倒是看到过，其实也就这样，不过就是比人家白点，腰肢软点，跳舞好看点，五官精致点而已。这也叫而已？这不就是样样比人强吗？你在想什么？没什么，我就是在欣赏这人世的繁华，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这花灯节看了。会有的，海晏河清，太平盛世，总有一天都会有。你知道吗？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有你说的太平盛世。所以老百姓在你的梦里过得好吗？好，孩子有书读，老人有钱养，也不怕外敌侵略，因为我们也很厉害。人们不用担心吃不饱饭，因为有神农氏培育了很多品种的粮食。远隔重洋的人也能够面对面的说话。都城到宿州只要1个时辰，我有点想梦里那个地方了。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生活在那样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让这样的想法传承下去。也许到了我们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那辈，这世界寰宇便同你梦中一般模样了。扯什么呢？还宿州到都城1个时辰，咋不说马车能在天上跑啊？赶紧都回家睡去吧。明天开始，咱们就等着被那些个粮商每天惦记家里的18代祖宗吧。行吧，热闹是别人的热闹，骂娘就让咱们来承担吧。次日，项氏粮铺开门，直接放低了粮价，由原先的500文一斗直接降价到300文一斗。第二天，项氏粮铺把粮价降到了250文。第3日，项氏粮铺公开售价200文一斗粮。之后10日，项氏粮铺把粮价又降低至180文，且不限量供应，可粮商们却渐渐等不下去了。众粮商只得推举了2个代表，派去与项氏协商。谈判进行了3日，最终项氏粮铺以160文每斗的价格收光了粮商们带来的粮食，整整50万两的粮食在3日内全部交割完毕。外婆娘，我都想死你们了！你倒是还想着回来啊？嘿，我这不是搞钱去了吗？走啊，家去啊！一会儿杀鸡宰羊，你们可得好好给我接个风。这一趟我们家不仅仅是还清了债，安如这儿还多了这么多银两，甚是安心，甚是安心呐。皇帝原本已经平静的心再起波澜。臣妾听闻皇上今日上火，特地炖了百合莲子瘦肉汤来，皇上喝一点吧。有劳皇后了。皇上说的什么话？名为大容百姓日夜操劳，臣妾不过是每日炖点汤而已，算得上什么？皇上这是为了2位王爷的事而犯难吗？你也知道了，
那皇后对此事如何看？臣妾也是听太子提了一句，才知道了个大概。现在反正事已至此，皇上也不必再为此事生气了。两位王爷也是办事心切才……所以依照皇后看，余王和北安王这事办得不妥吧？唉，也没什么妥不妥的吧，就是动了良家，倒是有些不太好。梁上损失且不论，主要还是良贱伤农。不过这事臣妾觉得过去便过去了，皇上也不用再惩罚两位王爷了吧？他们也是一时冲动，好心办事，有点纰漏而已。良贱伤农，他倒是挺想问问皇后，200文1斗粮到底哪里算贱价了。2日后，大荣朝10日一次的大朝会，活活成了北部3人组的批斗大会。皇兄他们这次的确是过分了，先是哄抬粮价，把人诓骗去了宿州，还拦路要粮，仗势欺人，低价收粮，这不是土匪行径吗？所以太子觉得他们这回的事儿确实办错了。为百姓筹粮的心是好的，但是这方式方法确实不妥。朕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们跟太子都是一个意思吧？底下一呼99应。皇上明鉴，臣等就是这个意思。郑丞相，此事你怎么看？回禀陛下，老臣觉得挺好。什么挺好？是余王他们办的事儿挺好，还是太子说的挺好？那自然是老臣觉得苏州西州百姓不会饿死，苏北军有了粮草，这事儿挺好。本宫并没有说这事不好，只是说这个方式有欠妥当。所以太子殿下认为不妥当的办法是如何呀？自然是官府出面牵头解决，县衙解决不了就找州府，州府解决不了就往户部回事。若个个都像季宗麟那般胆大妄为，那大荣朝的规矩岂不是乱了？邱大人，如今苏州西州两地长平仓中存粮还有几何呀？有你个仙人板板！不多了。太子殿下如此为百姓操心，实乃我大荣百姓的福气啊。不过这2年大荣也确实是情况特殊，因此有时候也得拿出特殊手段才能把事办了。老臣觉得太子殿下也没有说错，按照流程的确应该如此，只是户部无能，长平仓的粮草空了这么久了，居然还没补上，所以余王和北安王才不得不特殊情况行特殊手段。微臣定会尽快把长平仓的备粮补齐，万望皇上太子殿下恕罪。人家都把自己玩没了，还能怎么罚呀？关键这粮价平日里不也就是各大粮商制定的吗？同样是粮商，为什么南方的粮商可以定价，北方的粮商却不能定价？当然老臣也没说乱定价做得对，主要是这家商户没了，倒闭了。皇上您说该怎么罚呀？总不能再让他倒闭一次吧？罚钱吧，项家粮铺的东家没死的话，就罚他5000两白银，到时候就交给北安王去买粮食粥饭。若是死了的话，就让他儿子认罚。皇上英明，的确该罚还是得罚。这老头难道抓到什么把柄了？要以老臣之见呢，这事儿还是因为户部不作为，不然如果长平仓的粮食充足，他们项家粮铺高价卖粮，长平仓只要卖价正常，这粮价很快就能被平抑下来的。说来说去还是户部不行啊。陛下明鉴呐，微臣真的已经尽力调拨粮食了，可奈何咱们这儿这几年收成一直不太好，长平仓的备粮都不太充足，再加上……行了，你们也别那么多借口了，朕也觉得你们户部这2年的确办差办得不行，今日朕就罚你这个户部尚书1年薪俸，以敬校友。邱正奇只得行礼谢恩，心里问候了郑志渊祖宗18代。那余王和北安王，他们行事鲁莽，自然也要罚。就罚余王修好西州城内所有官道，他自己出钱。至于北安王，就罚他以后再也不准举办灯会，再让他开个粥铺，每日施粥，持续到明年3月开春吧。至于宿州州牧季宗麟，也罚他1年薪俸吧。这件事就到此为止，罚也罚了，申斥也申斥了，朕之后
不想再来讨论此事是非对错。若是诸位爱卿实在是精力无限，那就好好的放在自己的本职上吧。陛下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底下一群弹劾的人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哎呀，怎么回事？今天皇上是吃错哪门子药了？居然没有发火，对于王他们更是轻拿轻放，说是要罚，可这种罚也好意思叫罚呀？罚于王修路，开什么玩笑？于王为了那一程粮食的抽成，早就把西周的官道修好了，还什么罚北安王不准再办灯会。哎呀，真是荒唐啊！怎么不罚北安王以后吃饭不准用勺子，只能用调羹呢？这不是开玩笑吗？如此折腾了差不多2月的屯粮之争，便算是彻底落下了帷幕。咱们这么做对于那些粮商来说是不是不太厚道啊？不过他们把粮卖到500文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想过厚道不厚道。商战嘛，在法律框架内就只有胜负，没有对错。你怕是不知道，我跟那些粮商吃酒的时候，他们吃醉了自己说的，1斗粮哪怕卖200文，他们也是对半赚的，真亏本人家也不能卖嘛。人家可是大资本家，你跟资本谈啥厚道不厚道？这不是搞笑吗？你说谁搞笑？吃酒？吃什么酒？难道你去花楼吃酒了？没有，不信你问安如。我不知道。爹娘你们忙，我去空间收土豆了，拜拜。独自面对双手叉腰的姚荣，百口莫辩，自家那小棉袄怕不是件洞洞服吧？而回到自己房间的夏安如就进了空间，她空间里种的第3波土豆都能收了。另外，之前随手乱撒的高粱种、熟米种，这会儿也长起来了。为啥我这瓜摸着毛毛躁躁的？菜瓜不都应该是光皮的吗？于是夏安如二话不说，一拳头砸下去，理应被砸开的菜瓜却纹丝不动。什么玩意儿啊？他随手翻了翻，翻出一把小刀，然后直接就往瓜上一砍。啥呀这是？我去，这是黄瓜，这么粗的黄瓜也太厉害了吧！天哪，这农作物怎么成分子料理了？得知女儿莫名种出了杂交蔬果的夏家夫妻也很激动。次日一早，夫妻俩就撺掇着女儿把他们也带进了空间里。这回他们3个除了又摘了几个分子料理瓜之外，还在菜地的犄角旮旯里找到了长得像豇豆那么长的豌豆，剥出来似黄豆大小的花生，和剥出来像花生那么大小的黄豆。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是我的女儿懒散。母上大人明鉴，我也就这半亩菜地和高粱粟米随便撒了点种，但是那边的土豆还有一点玉米可是认真种的。开玩笑的嘛，知道你辛苦，一会儿给你一顿鸡汤喝啊。这还差不多啊。爹，走了，您要舍不得出去，就帮我把这些高粱割了，一会儿我再进来带你。你管这叫高粱？对呀，我倒是没怎么见过高粱，可怎么觉得这东西有几分眼熟呢？不会是……这不就是甜露素吗？就是甜露素。我说呢，什么高粱长得那么高，上头的穗穗却那么小？安如你这挺会混呐。该说不说，甜是挺甜的。这甜芦素是高粱变异的产物，以前南方很多人家都会种了吃，味道类似于甘蔗。可能是这地肥力比较大，催的杆子蹭蹭长，长着长着就变异了。其实这事儿很好理解，你想想啊，第1根甜芦素是不是就是基因变异了的高粱啊？我不知道啊，你给我1根甜芦素，我要吃，管它高粱还是甜芦素，反正能吃就行呗。虽然不能当粮食，但是它甜呀。既然甘蔗可以做糖，那这甜芦素不也行？接过老爹递过来的1节甜芦素，夏安如也跟老爹似的，先用嘴把皮剥掉，然后咬了一口，嚼吧嚼吧。这不就是小星星版的甘蔗吗？好甜呐！完了，好像又要发财了，这可怎么是好呀？回到八方县的日子过得嗖的快，夏安如甚至觉得今年都没怎么过过夏天。这秋末的西北风就又夹杂着尘土如约而至，而郑宅、崔宅和富丰庄几乎也在同时修建完成。
三家选了前后3天，入住新宅。北安王拿了个最大的土豆放在大哥碗里。是，这种粮据说就是夏氏叶家的，他们从去年搬来苏州之后就开始育种耕种，夏收后又种了好几百亩，自家吃不完，八方县也消耗不掉，实在没地儿卖了，就找了丰收日代卖这玩意儿。哦，本王尝尝，味道好的话倒是能采买一些回西周去种。你且尝尝吧，这味道，总之就是除了能吃饱，我的确没有吃出别的啥味道。这也没啥味道，顶多算是有点面味儿。听下人说倒是可以炒菜吃。那你干嘛不炒啊？这不得让您吃原味的，才能判断要不要采买回去当粮食种啊。大哥还当老百姓跟咱们王府似的，炒个菜恨不得放上半锅油，老百姓吃土豆就是白水煮吃的。话虽如此，但是加点盐巴也行吧。盐也要钱嘛，咱们这儿又不产盐，贵得很。在回去之前，余王再三思量之后，还是跑去把丰收日的土豆全给包圆了。于是这土豆在不经意间就流转去了西周。而此时的夏安如手头最要紧的事儿还是折腾小动物。娘，你确定剪下来了这兔子能熬得过冬天吗？没事，你尽管剪啊，剪完了咱们杀了吃了。我们会不会太残忍了？那你别吃，你得这么想，这兔子本来命里啊就做1年兔子，死了就重入轮回，下辈子也许就做人了。这会儿咱们磨磨唧唧不愿意杀，不就等于耽误他做人吗？太缺德了，咱不能这么干。哇塞，您这歪理把我说服了，合着咱们吃肉还是件功德哈。你别管功德不功德，这毛你还剪不剪？不剪我可放手了。既然都要超度他，那咱为啥不杀了再剪毛？于是他手起刀落，晚饭加菜。最终在年28那日，崔成允终于收到了迟到了整整1年的新年礼物。我是真的想给你织一根围巾的，可是他们不准我再进兔棚了。不过说起来，这兔毛线也的确不容易织，7、8只兔子的毛才攒出来这么一点点，都不够你围一圈的。可放过你们家的兔子吧，这饭兜我虽是用不上，但是可以留着。我的新年礼物呢？哦，早就准备好了。崔成允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锦盒。啊，给你的。夏安如打开锦盒一看，原来是一个胖乎乎的金元宝。呀，这大元宝，来，快到姐姐的包包里来。交换完了礼物，两人还凑在书案前分析夏安如明年的春耕规划。所以田芦素到底是什么呀？这是细长版的甘蔗，你等着，我去给你拔一根尝尝。过了没一会儿，瞧，就是这个，我现拔的，还挺甜，我就准备用这个来榨汁熬糖。这个不是高粱，这是高粱他二舅田芦素是也。正巧要来喊人吃饭的宋管事到的门口，就听到了崔成允的笑声。二爷呀，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笑过了。你那个小发明搞得怎么样了？你能说吗？说个大概没有关系。于是夏安阳便准备大致介绍下他的工作成果。总之啥呀？嘿，你这半句话没说就总之了，哪儿来的总之啊？青华兄稍安勿躁，先听他说嘛。咱们呀做了一艘小船，就像这鱼盘这么大，然后添了燃料就能自己开上一段了。啊，这么大的船做了有啥用啊？模型啊，到时候咱们要造更大的，可以不用风力人力就能开的船，咱们可以把这个模型啊等比例放大。不过想成功嘛，这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啥叫模型啊？哎，这等比例放大是不是就是把小板凳做成长凳啊？这听不懂啊。安阳做的肯定是大事情吗？你们听不懂就对了，要真让你们听明白了，这事儿就不是大事了。哎，赵峰，你说对不对呀？的确，我也没明白。哎呀，甭管明白不明白，反正咱们今年1年干的都不错。虽然粮食欠收，但是咱们不还有土豆呢吗？来，大伙儿都举杯，祝愿明年否极泰来。大家伙包括隔壁的女桌也由姚荣牵了头，互相说着吉祥话，干掉了杯中的酒。哎呀，我老婆子明年没啥特别大的心愿，
如今咱们家也是吃穿不愁，我就希望3个孽障能赶紧的找到媳妇儿。外婆，您知道吗？心愿说出来就不灵了。哎呦，我的个乖乖呀！你这个丫头也不早说，你3舅舅娶不到媳妇儿，我可让他们找你算账啊！待得吃完晚饭，夏安如送了崔成允和弟弟出庄子。等再见面，可能要15以后了，你自己要好好的，别做什么危险的事，知道吧？没事儿，我可是8方县扛把子，不用担心。你好好办差，有事儿我会去北营找你的。哎，你最近有没有见到娉婷啊？前2天看到他正在带兵操练呢，我就没上去找他。见是见到了，不过就是没说话。你们这……你不是对陈小姐有什么想法吗？别着急否认，你好好想想，若是有的话，男人应该先做出表率才是。陈小姐不管再怎么威武，但总归也是个女儿啊。哎呀，我这不是怕动了不该动的念头，到时候被她一刀给劈了吗？我又打不过她。这话听着很幽怨啊，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得考虑清楚，崇拜是喜欢的开始，但是喜欢却不单单只是崇拜，能明白吧？我崇拜你。哎呀，你们够了，能不能不撒狗粮了呀？嘿嘿，谢谢你的崇拜和喜欢，请保持住。哎呀，我眼睛瞎了啊，还有我的耳朵，哎，我不活啦！为了夏安阳不原地爆炸，大崔和小夏2人决定等正月15之后，再找个清静的地方说腻歪的情话。奇怪了，为什么今天心里总是憋得慌？不行，得来2颗保心丸，别一不小心英年早逝了。然后拖上棉鞋冲出了屋外。号角声的声音划破长空，从北边呼啸而来。没事，别怕啊，去年也是这样的，相信子敬他们可以应付得过来。夏安如嗯了一声，没说其他的。姚荣让他赶紧进屋。这会儿虽然没下雪，可这天气却冷得厉害。别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先跟你几个舅舅去打听一下。哎，这会儿乱得很，你把子敬给你的腰牌带上。带了，你们在家待着，暂时哪儿都别去，我去就来。说完，夏兆峰便扭头跑了。娘，这回我感觉很不好。走，你把什么钱财都给我，咱们先把最坏的打算做了。好，一会儿再准备些白布什么的。娘，这才开战，咱们不能那么丧气啊！哎呀，你是不是傻呀？白布洗干净了撕成条，到时候送去军营给他们包扎伤口啊！你想哪儿去了这是？这样啊，我想劈叉了。没事，咱们找白布去啊。夏兆峰跑到隔壁院，就见姚家众人也都已经站在了前庭了，连跟着姚家一起搬过来的3位大神也都在。兆峰啊，这是咋回事啊？这号角咋响个不住啊？哎，都别慌啊，孩子他就几个，你们随我去瞧瞧去。三白师傅，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这半瞎是准备自己跑路了？这3更半夜的，看得清路吗？我不去哪儿啊，不过先把行李背好，有备无患，到时候别拖累大家的逃难速度。他也不再多说什么，只说了声让大伙儿先别慌，就带着姚家的几个舅舅赶着马车走了。在离北营3、4里地的时候，赶车的夏兆峰就听到了一阵阵的马蹄声。我的个娘啊，这要干大仗啊！姐夫，咱们不去前头问了吗？这还用问吗？你看不到北营的人都出来了吗？赶紧回去报信儿，看看咱们是走是留啊！那咱们的宅子才住了几天啊？行了，相信苏北军，相信陈将军，8方县不会有事的。说完，他便甩了鞭子，催马往回跑。我不走，安阳还在苏北军呢，我哪都不去，我就守着我家宅。你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前头开战，咱们这也太危险了。娘放心，这不是才开战吗？我相信陈将军和大崔能赢。打仗我是不会，可我会做干粮啊。方荣轩还有很多白棉布，咱们裁剪好了，还能送去北营给他们包扎用，能干的事还是不少的。我也不走，既然我是大夫，那前线打仗肯定用得到我。夏老弟啊，你得空把我送去北营吧，我怕老张头一个人到时候忙不过来。